好的，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有趣的话题，要怎么把你手边的脚本变成一个超强的内容机器人？我是说那种每天在你设定好的时间，就会自动去抓资料、做影片，甚至还会自己上传到 YouTube 的那种哦。你是不是也有点厌倦啦？就是每天时间一到，就要自己手动去跑那些重复的指令，日复一日，感觉好像有点无聊，对吧？来，今天我们就专心来搞定一个档案就好。你只要把这个档案设定好之后，你的整个内容创作流程真的就能像开了自动驾驶一样完全放手。好，我们要认识的第一个主角就是这个专案的大脑，也可以说是它的控制台 config 点拍这个档案。所有神奇的自动化魔法，可以说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先别担心，你真的完全不需要是那种程式高手。所有你需要用来客制化影片的强大功能，都已经帮你打包好，全部集中在这个档案里喽。你看，画面上这几个就是最重要的参数，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是这个机器人仪表板上的几个开关和旋钮，只要减斑、转一转、调一调，就能决定它什么时候要开工，要做哪种风格的影片，还有做完之后要不要自动帮你发布。接着呢，我们就来一个一个拆解，看看这3个最核心的设定，它们分别是怎么运作的呢？首先是 schedule time， 这个超好懂，它就像是为你的机器人设定一个每天的闹钟，你只要用24小时制把时间写进去，比方说下午3点半就写成15:30，系统每天到这个时间就会准时启动。没错，这就是实现真正躺平发片的第一步。再来是 video type， 这个设定是让你决定影片的风格和内容。如果你把它设定成 War Room， 那产出的就会像左边这种，很适合做深度数据分析的战情式仪表板，专门分析台积电台股和 ADR 之间的溢价关系。那如果设成 Heat Map 呢，就会生成右边这种，可以一目了然整个半导体供应链股价表现的热力图。如果你有选择困难症咋办？没关系，你甚至可以设成 both， 让它每天自动轮播不同的主题，这样内容就更多元了。第3个关键是 Auto Upload， 这是一个超级直觉的开关，设成 True， 影片做完之后，它就会自动帮你上传到 YouTube 频道，完全不用你动手。但是如果你还在测试阶段，想先看看影片长怎样，那就可以先把它设成 False， 这样影片就只会乖乖的存在你电脑的资料夹里，等你检查完再说。接下来这个功能，我跟你说，真的太酷了！这个系统连背景音乐都帮你全自动搞定，它会去分析当天台积电股价的涨跌。如果股价上涨，它就会自动生成那种节奏感很强、充满未来感的 synthwave 音乐。那如果股价是下跌的，它就会生成让你很放松的 lo-fi 音乐。最棒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这些音乐都是程式即时合成的，每一首都独一无二。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任何版权问题。好的，当我们的控制台都设定完成之后，下一步当然就是要启动这个自动排程，让它真正的动起来。好，控制台设定好了，但现在我们还需要一个启动器，在我们指定的时间去帮我们按下那个播放键。所以我们要把刚刚设定好的 config 点派跟一个自动计时器连接起来。而且好消息是，你完全不需要额外下载什么软体，直接用 Windows 内建的工作排程器就搞定了。设定方法超级简单，基本上就是这4个步骤，你跟着我走一遍就会了。第一，在工作排程器里面建立一个新的基本工作。第2步，设定触发条件，告诉它每天都要在你 config 点 Y 里设定的那个 schedule time 时间点启动。第3，设定要执行的动作，也就是去跑我们的主程式 run 点 Y。最后一步，储存并且启用它。就这样，你的自动化内容帝国就正式上线啦。好了，基础的设定我们都搞定了，接下来我们来聊点进阶的指令。还有就是，万一系统亮起了警示灯，我们该怎么快速的排除问题？
除了全自动排程之外，有时候你可能也想手动控制一下，比方说你可以用 -no upload 这个指令，这样它就只会在你的电脑上生成影片，但先不要上传，这在你调整影片风格的时候就超级方便。还有更厉害的是这个 -live 指令，它能让你的数据仪表板直接变成 YouTube 的直播画面，这就非常适合用在法说会或者有什么重大试验的时候做即时的数据呈现。那么，万一在执行的时候跳出了错误讯息，就像仪表板亮起了警示灯，该怎么办呢？你先别紧张，大部分常见的问题都很好解决的。最常见的错误之一大概就是这个 quota exceeded 了。这不是说你的程式写错了，而是 YouTube 为了防止被滥用，给每个开发者的 API 每天都有一个上传的配额，预设大概是6支影片左右。所以如果你测试太频繁，就可能会遇到。解决方法很简单，你可以等个24小时，配额就会自动重设。或者如果你是重度使用者，也可以到 Google Cloud 的后台去免费申请提高额度。另一个新手常遇到的问题是 FFmpeg not found。FFmpeg 其实就是我们用来剪辑合成影片的幕后大工程，所以出现这个错误，就好像系统在大喊说：“我找不到我的剪刀跟胶水啦！”你只要确认你已经在电脑上安装了它，并且把它的安装路径加到系统的环境变数 path 里面，这就像是告诉你的电脑说：“嘿，我的工具都放在这个抽屉里哦。”这样它就找得到了。最后一个常见问题是 Client Secret JSON 遗失。这个档案非常重要，它就是你的 Google API 凭证，就像是进入你 YouTube 后台的那把钥匙，所以你一定要记得把它下载下来，然后放在跟主程式 run.py 同一个资料夹底下才行。所以咯，在我们按下启动钮之前，来做个最终的飞行前检查。第一，确认你的控制台 config.py 已经改成你想要的设定了。第二，确认你的钥匙 client-secret.json 是不是放在跟主程式 run.py 同一个资料夹。第三，确认你的工作排程系设定正确，有指向 run.py。最后，确认你的影片制作工具 FFmpeg 已经设定在系统路径中。都打勾了吗？好，那我们就准备起飞了。好了，到这里所有的设定都完成了，从设定档、钥匙到自动排程器，全部都已经就位。那么现在最后一个问题是，你准备好要启动你的全自动内容帝国了吗？